这个男人抓住血淋淋的鹿头，张嘴就啃。被狼人咬伤的他，体内的细胞已经被狼人感染。每到月圆之夜，男人都会变身成狼人，在城市寻找着无辜的受害者。原来大卫和杰克是一对云游四海的背包客。这天，两人搭了辆车，来到了伦敦一处湿地公园进行远足。离开前，司机叮嘱两人千万要走大路，不要试图靠近野外。初来乍到的两人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，两人有说有笑的一路前行。天色渐晚，两人找到了村庄里的酒吧，打算喝点热酒暖和暖和。刚一进酒吧，周围人就投来了异样的眼光，这让两人感到十分不自在。奇怪的是，这里不卖吃的，也不卖喝的。最诡异的是，酒吧墙上有五角星。杰克在看到墙上的五角星后，突然想起来，这种符号是狼人的记号。看到大卫不相信，杰克便开始询问周围人五角星的含义。此话一出，原本喧闹的酒吧瞬间陷入到了冰点。一名男客人更是生气地将两人赶了出去。离开前，客人好心地提醒他们要远离野外，大路走。两人完全没有听从客人的建议。不久下起了大雨，他们冒着大雨不断地往野外走。当晚是月圆之夜，两人走着走着突然迷了路，还听见不远处有狼在嚎叫，狼嚎声还在逐渐靠近。两人害怕的不行，刚要离开，一只野兽突然冲出来把杰克扑倒。大卫吓得转头就跑，但杰克的呼救声还是让大卫心软了。当他回去营救时，杰克已经遍体鳞伤。野兽迅速调转目标扑向大卫，眼看就要嗝屁，幸亏附近的村民及时赶到，开枪击毙了他，大卫才幸免于难。受伤的大卫恍惚间看见卑鄙的野兽是个男人，便昏迷过去。虽然大卫获救了，但杰克却死在了野地里。一觉醒来，大卫发现自己已经在伦敦的一家医院躺了3个星期。他告诉医生和警察自己是被狼咬伤了，对方却不信，说袭击者不过是一个逃出来的精神病人。被咬伤的大卫逐渐得到了狼人的记忆，他经常会梦到自己在丛林中狩猎，吃生肉，饮鲜血。最可怕的是，他看见死去的杰克来警告自己，你是被狼人咬伤了，月圆之夜也会变成狼人，会杀人。这些事折磨着大卫，让他极度郁闷。幸运的是，医院里的护士小美对大卫百般照顾。大卫每次从噩梦中醒来，她都会陪伴在身边。小美温柔又美丽，给了大卫不少慰藉。一来二去，两人也产生了感情。没过多久，大卫的身体痊愈了。出院那天，初到伦敦的大卫自然而然地住进了小美的家里，但没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。这个男人关上了镜子，下一秒，一张恐怖的脸出现在了镜子中。大卫死去的好基友杰克现身了。杰克是被狼人咬死的，所以死状相当恐怖。看着杰克身上触目惊心的伤口，大卫心里有些发慌。他询问杰克出现的目的，杰克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卫，由于自己不是正常死亡，所以只有变成活死人不能安宁，除非最后一个狼人的血脉消失，这个血脉就是大卫。自杀吧，大卫，不然你会杀死更多的人。2天后就是月圆，但大卫现在吃喝不愁，还有美女相伴，压根就不想死。他无视了杰克的警告，继续过着自己的小日子。可好日子只持续了1天，大卫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周围的猫狗似乎都很忌惮自己。他对着镜子检查着自己的牙齿，发现一切还是如往常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。大卫也就放下了心中的疑虑。与此同时，觉得事有蹊跷的警察去了案发的那个村庄做调查。那晚酒吧里的客人将事实告诉了警察，只要到了月圆之日，大卫就会变身。不光他有危险，就连身边的人也都惨遭不幸。第2天月圆之夜，一轮巨大的明月升上天空，大卫独自在家等女友下班。他突然感觉头痛欲裂，浑身冒汗。他脱光了身上的衣服，身体以极快的速度变异，手掌变长，背部外凸，毛发旺盛，最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狼人。变成狼人的他也失去自我意识和控制力，开始兽性大发，所有的行动都凭本能。当天晚上，大卫在街道上开始了一场屠杀。他先是袭击了一对夫妇，然后袭击了一群流浪汉，最后又咬死了一个乘地铁的上班族。这个男人赤身裸体的在动物园的狼窝里醒来，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已经全都忘了。就在昨晚的月圆之夜，男人变异成了狼人，1个晚上的时间他就屠杀了6名路人。他身上的味道让动物园里的老虎和狮子都相当畏惧。当然，大卫是不记得昨晚杀人的事情了。他悄悄偷了一件女装穿在身上，面对周围人群的异样眼神，大卫只能吹着口哨，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。大卫刚回到小美家，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。警察再三叮嘱小美，一定要将大卫带到自己这边来。两人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司机和两人谈起了昨晚发生的一起连环杀人案，这让大卫意识到了不妙，十有八九是自己变成狼人犯的罪。他不顾小美的反对，强行下了车，要去找警察自首。说着，径直向一名巡逻的警察走过去，称昨晚的杀人凶手正是自己。
但警察只当他是神经病，吃饱了撑的。小美也只能从感情上安慰他，帮不上什么忙。今晚还是月圆之夜，如果他继续待在小美身边的话，那么小美也会步入那些人的后尘。大卫只好远离他，自己在街头游荡。电话亭的大卫打电话给了美国的父母，和他们告别。接着他拿起刀准备割腕自杀，犹豫了半天，他还是没下得去手。最终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这时他看到对面的电影院门口站着杰克的身影，嘴巴都烂没了的杰克似乎有意识地将他往电影院里引。大卫跟了进去。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除了大卫、杰克，还有昨天晚上被他杀死的6个人的鬼魂。满身是血的大家给大卫打招呼，因为是被狼人咬死，他们现在都变成了无法投胎的游魂。大家告诉大卫，想不伤害别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杀，这时他们的灵魂也会得到自由。大家开始给大卫出主意，推荐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自杀方法，从用刀聊到了用枪，当然也评估了不同手段的痛苦程度。但是大卫并没有马上自杀，他还是下不了手。这时夜晚又来临了，满月再次悬挂在了空中，大卫也再度变身成为了狼人，咬死了影院里的所有人。一名警察貌似进入电影院查看情况，他被里面的情况吓了个半死。狼人在面目狰狞地吃着地上的尸体，警官赶紧推了出来，然后将卷帘门拉上。没过一会儿，大批警察全副武装赶到了现场，但狼人终究是狼人，撞破卷帘门冲了出去，当场就咬死了一个人，在大街上横冲直撞，见人就咬，引起极大的骚乱，又造成了好几人的死亡。最后警察将狼人逼进了一个死胡同，正要开枪，小美不顾一切地越过封锁，想要唤醒大卫的意识，可小美的劝说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。就在狼人想要再次袭击时，防暴警察果断开枪将大卫打死。电影到此结束。影片《美国狼人在伦敦》上映于1981年，是美国恐怖片的经典之作。以如今的眼光来看，这部电影略显粗糙，不过在当时，这种特效镜头还是十分惊艳的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